大家好，我是志飞，今天跟大家说一说一个有趣的中国人。我在6、7年前就知道这个人，那个时候我的好朋友都非常喜欢他，他们跟我说，志飞，你一定要去看这个人的节目，你一定要听他说话。他很喜欢骂人，但是你听他骂人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很有趣，这个人很好笑，而且他说的好像挺对的。那这个人呢，是一位变性的舞蹈艺术家。在那个时候，中国的电视上可以看到一个变性的舞蹈家，那太难得了，我太吃惊了，而且我也太高兴了。他很敢骂人，他很敢骂一些有名的人，比如说成龙就被他说过。我知道你们很喜欢成龙。除了这个呢，他还有一个德国老公，中国人呢也对她和她的老公的婚姻生活很好奇。好，今天我们来说说她的故事。这个人呢叫金星，是一名很有名的中国舞蹈艺术家。他不仅在上海创办了他的舞蹈团，而且还主持或者参加了很有趣的节目。现在她是一个女性，以前她是一个男性。她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，就是做变性手术。但是呢，在中国，中国人的性别观念还是比较传统，所以做变性手术的事情呢不太常见。所以大家也会议论金星这个人。金星在主持访谈节目的时候呢，他说话很直接，甚至有一点毒舌。毒舌是什么意思？那意思是你说话的时候很直接，你没有考虑有没有伤害对面的那个人。有时候你的话不太好听，甚至我们会说有一点扎心，这个就叫毒舌。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说让人扎心哦，可是呢又让人觉得有点道理，这个就是毒舌。比如说有一次他去评价一个男明星，这个男明星是一个小鲜肉，小鲜肉就是长得很可爱的男孩，白白的，很干净，很阳光。他就说这个小鲜肉呀，不管演什么东西，不管是什么故事，他都是几个表情，瞪瞪眼睛，皱皱眉，哎呦，演技太差了。就是因为他说话很直接，他什么都敢说，而且他不虚伪，他很真实，大家就非常喜欢他。他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多粉丝。我现在住在巴厘岛，如果他要来巴厘岛，他带着他的舞蹈团来表演我一定第一个买票，我太想看看他，我觉得他太可爱了。那现在我们要讲一讲金星是怎样勇敢地改变自己的性别，追求自己的梦想的。我们再说一说她和她的德国老公是怎么认识的。那金星呢，从小就特别热爱舞蹈，9岁的时候呀，就进入了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舞蹈。可是她从小一直觉得自己不应该是男孩，应该是女孩，妈妈把自己生错了。她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看到打雷下雨的时候，如果你站在外面，可能会变你的身体，所以在
打雷、下大雨、闪电的时候呢，他就出去，他就说：“闪电呐，请你把我变成一个女孩子吧。”他青少年的时候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同性恋，他很困惑，不能接受自己，甚至想过要自杀。直到后来，他去了美国学习现代舞，他才决定，他要倾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，要做真正的自己。那1995年的时候呢，他就决定了做变性手术。那个变性手术呀，很痛苦，而且那个时候变性手术的技术不是很成熟，所以他的手术也出了意外。医生跟他说：“你的左腿受伤了，以后你不能再跳舞了，而且以后你走路也会很困难。”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坚持休养，还有想办法能让自己的腿活动起来。他也使用了针灸针灸呢是一个中医的方式，它是用很细小的针扎在身体的穴位上，帮助身体恢复。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，通过金星的坚持，他又恢复了舞蹈能力。后来他还创办了自己的舞蹈团，成为了中国舞蹈界的代表人物。那金星和她德国老公的故事，大家一定也很好奇。他们两个呢是在机场遇见的。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是从巴黎飞到上海。金星在机场看到她的德国老公汉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汉斯穿的一身灰色的西装，打着一条金黄色的领带，还有一张很严肃的德国脸。德国人很严肃吗？好像有时候有一些德国人有一张严肃的德国脸。所以金星看到他的时候就想，这个人什么品味啊，一点都不会穿衣服。汉斯呢也注意到金星了，他看到金星穿着一身很长的拖地的皮大衣、迷你裙，还有高跟的靴子。那个时候金星还拎着一个包包，这个包包里面有一只小狗。汉斯就想，哎呦，这个女人一看就是在巴黎生活过的，千万不能碰，我不要靠近她，不要跟她说话，这种女人很麻烦。上了飞机以后呢，金星坐在头等舱，汉斯呢本来是公务舱，但是后来因为公务舱满了，所以他升舱了，也坐到头等舱，坐在金星的旁边。金星看到汉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我的小狗不要打扰到你。简单的聊了两句，就到了晚上了。他们都在飞机上吃完饭，换了睡衣，就都睡觉了。他们睡觉的时候，金星是往右躺，汉斯是往左躺，所以第二天他们两个睡觉的时候是面对面。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也是一下子就看到对方，他们就都笑了。那个时候，那个瞬间，金星想，这个男人好像不错，所以对这个男人有一点心动。之后呢，他们就聊了很多，两个人都互相喜欢，也给对方留了联系方式。第二天呀，汉斯就想约金星吃饭，他觉得这个女人又漂亮又幽默，太有魅力了，太想见到她了。但是金星跟他说，对不起，我很忙，我不能跟你吃饭。他说他要回家，他要照顾3个孩子。然后
这3个孩子是跟不同的男人生的，但是汉斯还是想约金星一起。金星就说：好吧，那你来我家里吧。汉斯去了金星的家里，看到金星抱着孩子，跟机场的那个女人完全不一样。那个时候金星就跟汉斯讲了他所有的故事，他做的变性手术，还有他领养的3个孩子。汉斯也觉得非常震惊，可是汉斯对金星说：我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，我爱的是现在的你。那他们就开始谈恋爱了。1年以后呢，他们就结婚了。2015年的时候，金星开始主持了一个脱口秀节目，叫做金星秀。这个节目呀是脱口秀，所以风格呢就是很直接。那金星说话又很大胆，很幽默。他呢会很直接的批评他认识的明星和一些不太好的现象，他会说出一些很真实的自己的看法。比如说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叫萨顶顶，金星就批评他假唱，因为那个时候萨顶顶他唱歌的时候拿着话筒，那个话筒是倒着的，他是倒拿话筒。金星还批评过成龙，因为他的儿子因为吸毒进了警察局，他就说：哎呀，爸爸都去哪儿了呢？爸爸都去警察局找孩子了。他的节目呢，大家一看到就火了，大家都很喜欢，就成了中国最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之一。他还说了一个片段，那个很火，那个我特别喜欢，就是他在中国坐飞机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空姐总是很有礼貌地问外国人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? Coffee, tea or Coca-Cola? 但是这个空姐跟国内的中国人说话的时候态度就不太礼貌，总是很没有耐心地说：哎，吃什么？喝什么？金星就很不高兴。金星就想，这个女孩，我要给她一个教训。所以这个空姐走到她面前的时候，空姐就问：哎，喝什么？金星就假装她听不懂 I'm sorry, what did you say? 这个空姐就以为金星是外国人，她马上就很有礼貌地问金星：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? Coffee, tea or Coca-Cola? 所以金星很大声地说：程真儿，我是中国人，你要给我礼貌一点。他说完这个呢，大家都觉得太好笑了，网上大家都在说他说的这段话，还有很多人模仿他。那个时候我也模仿过他，因为太好笑了。还有一个对金星的采访，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他了。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，非常的传统。他说，父母给了我男孩子的身体，我很感恩，但是我不满意，所以后来我改了，我变成了一个女孩子。因为他来自一个军人家庭，很保守，父母呢是不会支持他变性的，所以呢，他也是鼓起勇气对父母说，他决定做变性手术。金星说：我要做变性手术，我要做女人了。他的妈妈说：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，都是我的孩子，只要你健康快乐就好。还有继续跳舞，因为你跳舞太美了。金星的爸爸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军人。金星告诉他爸爸后，他爸爸沉默了，没有说话，点了一根烟。过了一会儿，对金星说：终于对了，恭喜你，你从小啊，我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女孩子。后来金星的爸爸非常支持他，甚至他爸爸自己去公安局帮他改了性别，换了身份证。变性之后，金星说他有2个生日，
第一个就是出生的那一天，第二个就是变性的那一天，因为那个是他的新的生活的开始。可是呀，金星最近被封杀了。封杀呢，意思就是很多平台也不想他去演出了，大家不想他来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金星啊，在山西太原他的舞蹈团演出结束后，有一个观众就举着彩虹旗，这个观众呢非常激动，那金星呢就拿了他的彩虹旗在台上给大家看。这个旗子上呢写着爱就是爱，爱与性别无关。其实我觉得说得非常好，可能是因为是彩虹旗，那这些观点呢跟中国的价值观非常不一样，所以很多网上的人就批评金星，说他在挑战很多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。那一开始呢，是广州文旅局拒绝了金星的演出，后来金星在国内的很多地方的演出呢都被取消了。他知道以后呢，也非常的生气，他就公开的去网上说他现在被封杀的事情，还说广州文旅局应该要给他一个说法，不能因为个人原因就拒绝他演出。但是呢，这些平台一直也没有给他一个说法，后来也有网上的人骂他，不支持他。那金星被封杀呢，让我也觉得很意外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不知道他处理的对不对。我知道，他的观点当然是挑战了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、传统的思想。可是，一直中国的电视上你都可以看见他，我还觉得很高兴，就是我们终于可以支持变性人啦，变性的艺术家啦，给他一个平台。所以呢，也不太知道为什么，最后是这样子的结局。他自己好像可以理解，但是又觉得比较生气。那虽然金星现在是被封杀了，他自己也在努力的过好自己的每一天，他也在继续的领导着他在上海的金星舞蹈团。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，即使在中国做变性手术，继续做舞蹈，作为变性的舞蹈家被大家接受，一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可是他还是坚持。所以我相信他以后也还是会坚持做自己相信的事情，他很有自己的看法，他也不在意别人的观点。那金星呢，是在中国一个很特别的人物，我其实很期待看到他一些新的作品或者新的视频。你呢？你对这个人物怎么看？你喜欢他的故事吗？你觉得你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？还有，你喜欢这样的故事类的视频吗？我以后会给大家讲更多的人物故事。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次见。